燕遛狗呢？别提了，这不知谁没收狗屎踩了一脚，恶心死了。不收狗屎，如果被投诉，可是要被罚款的。再说了，这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啊！记得关爱环境，照顾他人，遛狗一定要当个好的铲屎官。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8日，星期三，农历11月23。欢迎您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警告：暴雨之后千万别去奥克兰这些海滩游泳。在周三晚之前，去包括 Milford、St Helens 和 Mission Bay 都会在内存在的一些海滩呢，都会存在高风险。建议大家在大雨过后的48小时之内都别去海滩游泳。奥克兰呢这两天俨然已经被暴雨包围，大量降雨导致海水出现了粪便细菌污染。奥克兰市议会游泳安全网站显示，未来24小时之内，大家超爱的海滩都已经无法游泳了。暴雨可能会混合雨水和地表水一起涌入污水管道，由此产生的污水漫流会将污染扩散到海洋当中。这场来自于塔斯曼海峡的低气压系统横扫了全国，并给90%的地区带去了降雨。奥克兰海滩的高风险警告预计将会在今晚取消。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轰动新西兰的最大诈骗犯即将出狱，将去小镇靠养老金生活。新西兰最大的诈骗案的主谋将于明年的2月出狱，服刑时间6年多。2013年11月，破产公司罗斯资产管理公司的老板 David Rose 被判入狱10年10个月，至少服刑5年零5个月，少于此服刑期则不得假释。2012年，他经营的庞氏骗局破产，欠投资者1.15亿纽币。他承认了严重的欺诈办公室和金融市场管理局的指控。现年69岁的 Rose 此前曾对假释委员会表示，他的诈骗罪只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导致公司变成了一个庞氏骗局。而在最近的一次露面中，委员会发现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深深的真诚的懊悔。假释委员会的决议书上写着，他承认这一罪行对受害者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并表示他对自己无法纠正错误深感抱歉。2月份能否得到假释，取决于他能否找到合适的住所。委员会表示，应该给 Rose 提供治疗和咨询的机会，重点关注他过去的操纵行为和欺骗的动机。他计划搬到一个小镇，靠养老金生活。委员会也称 Rose 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比较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欧洲刑警组织11人因涉嫌伪造欧元钞票遭警方逮捕。欧洲刑警组织16日宣布，在对欧洲第2大假币生产商暗网的调查当中，11人在欧洲各地的联合搜捕行动当中被捕。该机构呢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该犯罪集团售出了2.6万多张假币，估价呢约130万欧元。据报道，在葡萄牙警方于7月捣毁的一家印刷厂并逮捕5人之后，欧洲也开始了跨境调查。在上周进行的36次突袭当中，有27次发生在德国，其他9次呢分别在奥地利、法国、希腊、爱尔兰、卢森堡和西班牙等国进行。
同时呢，在突袭行动当中，欧洲当局追缴了伪造的欧元纸币、毒品武器、兴奋剂、非法购买的药品以及伪造的文件和虚拟货币等。欧洲刑警组织称，德国一家秘密文件印刷厂也被捣毁。据欧洲刑警组织介绍，假钞主要通过非法交易平台华尔街市场对外发行。2019年5月，在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司法组织以及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缉毒局等美国机构的协助之下呢，德国检方摧毁了华尔街市场。据称，华尔街市场拥有超过110万个客户账户、5400个买家和6万3000笔销售额，是世界上第2大暗网交易平台。好的，非常感谢您能够收看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那么同时呢，在下一时段，希望您关注我们更多的新闻内容。早上的7点16分，欢迎大家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最后一期啦，时间过得非常快啊！2019年最后一期的《朝闻天下》的直播现在正式开始。那么再下一次啊，可能就要跟大家来说明年见了。对，感觉虽然说是明年，可是虽然没有几周啊，但真的就是要到2020年见了。所以今天呢，当然我们依旧啊是会跟大家来按部就班的分享新闻的内容。只不过呢，我是希望能够利用今天这2个半小时、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天。大家今天啊，一边听着新闻，随时如果想要跟我们聊的，比如说聊聊这一年的经历啊，聊聊我们的节目给你的一些感受啊，或者给我们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因为明年呢，早上的朝闻天下也会多多少少做出一些的调整和改变，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来收集资源啊。大家爱我们的不爱我们的都可以啊，今天来跟我们说一说，随时可以打电话上来，今天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如果大家呢就是只是想默默的听，当然也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早上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对，当然我们还是更希望大家能够吐槽的、表扬的，今天早上都能够把你的心声吐露给我们。这个很多人说的好听，一会儿翻脸了可怎么办？我尽量啊，就不翻脸，好不好？来，欢迎大家啊，都可以随时参与进来。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还没起床呢，或者正处于那种睡眼惺忪、朦胧的这个状态。那今天早上也挺冷的，所以说呢，我估计从被窝里爬出来的这个动力可能就会更少，挺困难的。希望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后，今天能够给你带来一丝温暖或者一丝能量吧。我觉得我的声音温暖是不行了这个能量可能还行啊。还有就是外边今天还是大风大雨的，所以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驾驶的安全。今天呢，会有讲到几则新闻都是跟驾驶相关的，再加上呢，最近又马上就要到假期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出行的打算，所以也会跟大家呢，虽然说我们是到星期3结束，我知道很多朋友还到星期5，但是我们见不到大家了，所以今天就要把该嘱咐的事情啊，通通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嘱咐一遍。好了，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还是快速的进入到新闻的内容。在这一节之前啊，在我们进路况之前，先跟大家来浏览一下今天早上究竟有哪一些新闻的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有一些真的是不是很好的消息。对，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可能有朋友已经听说了，就是在新西兰的一所小学当中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那么嫌疑人呢，现在是已知被警方开枪射中了，虽然说伤情比较严重，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稳定的。至于其他有没有受伤的人员，现在呢没有特别具体的消息，只是说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孩子和老师们都被迫躲进了柜子里。这件事情还是听着，虽然说没有伤亡啊，但是听着还是挺可怕的。一会儿回来我们会跟大家来仔细讲一讲。同时呢，我们还要谈到新西兰第一例
女教师性侵未成年男学生的这个案件呢，也是做出了结案，女教师获刑2年半。所以这件事情也算是新西兰的一个首例。可是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其实说到案件呢，今天还会跟大家聊到另外一起，是一个当时是未成年的少年，他呢就是开车，结果呢在后边就有警方追赶嘛，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个青少年的车撞向了另外的一辆私家车，结果导致另外一辆车当中的人是不幸死亡了。那么就是在这一周，应该就昨天吧，还是前天的样子。那么法庭呢也是做出了最终的宣判，这位未成年的少年，当时未成年的少年呢，也是被判了2年08个月，还是2年0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所以这个案件也会跟大家来聊到。这件事情同样也是争议满满，很多人也在说，就说关于前段时间不跟大家来聊过嘛，关于警方到底见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该不该追车？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出来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像我们华人朋友，在一个执法比较严格的国家成长起来的朋友，听起来就说这是问题吗？对，是肯定需要追的呀。对呀，那你说前面有一辆车像疯子一样的，那警方不追，看着他跑吗？对。而且作为警方来说，他在那个一瞬间怎么去判断车里面坐的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对，就算判断对吧？就算他是未成年人，难道就放过他不追吗？所以这件事情又是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争议。我甚至有人听，我甚至就而且不是一个，是有很多的倡议团体也在说，他说你看，告诉你警方不要追吧，要采取别的方法。你看，就因为你追的，撞死了一个人，你就听完了之后，你就觉得这是真的吗？那不然我们期待警方做什么呢？对，让他走吗？所以这个一会儿回来我们也会把这个经过跟大家来稍微说一说。那既然说到了驾车，说到了出行，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聊到，昨天是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机场当中最繁忙的几天嘛，所以今天呢会跟大家来说，就是高速公路上最拥堵的是哪些日子，以及哪一些路段。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提前了解到信息之后，避开这些路段，或者选择其他的时间能够出行。真的就是和我们现在上班的时候的早晚高峰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呢，一会儿会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下，这也是交通局做出的报告。交通局昨天出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不等到星期四、星期五出？也是快放假了，跟我们一样，周三最后一天。可能今年这个假期的原因，它的这个时间会有所提前或者有所变化吧。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稍微提醒一下。还有呢，就是很快这个免费高等教育已经过去2年了，你说时间过得多快？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聊到，就说这个免费第1年的高等教育，貌似好像没有吸引到更多的学生选择去大学当中读书。那么今天呢，这一份报告第一次出炉，但出现的是2018年那一年的数据，等于说就是第1年实施了免费第1年高等教育之后，究竟影响到了哪些人？那么真正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律，或者是说呢这个福利政策获益的又是谁？按照政府的想法，这个政策是为了鼓励那些可以去上大学或者想去上大学，但是因为学费的问题或者是生活费的问题，没有办法去上学的孩子，对不对？那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第1年到底是不是帮助的是政府想要帮助的这些人呢？这份报告就很清晰的给大家呢勾勒出了一幅画面。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也是挺有趣的。对，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在9点钟过后吧。我在想说，反正闹心的新闻尽量在9点钟之前给它讲完。9点钟过后呢，其实说白了，2019年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征集嘛，就说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一年，过去的2019年。对，然后大部分的朋友选择的不是乱呐，就是难呐，或者是灾难呐，就是这种感觉。那么的确也是，无论是在国际社会上，还是说在新西兰，我们新西兰现在的这个火山爆发的事件还没结束呢。所以说呢，的确大家的生活呀，或者身边充斥的新闻啊，负面的非常多。但是眼看着这1年就过去了，难道就没有什么真的特别好的暖心的事情去发生吗？我刚好呢，就是在这2天看到了，他是一个漫画家，也是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说难道没有什么好事吗？他就用漫画的形式画了很多
暖心的，而且其实也是新闻的事件。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会在9点钟之后跟大家来总结，共同的以一个温暖祥和的方式结束我们今年的节目啊。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依旧是挺堵的，而且呢这2天的天气非常不好。今天呢雨稍微会小一点，主要是以风为主，所以说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可能需要过北岸大桥啊等等这些相对来说会受到风影响比较大的路段，还是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保持好车距。听我们讲新闻也不要听得太入迷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跟前面车辆的距离。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首先呢，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现在基本上是从过了 East Market 之后，断断续续的就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一路呢会堵到 Cabot Pass Road， 中间几个红色交通拥堵的路段，一个是在 Mount Wellington 附近，另外呢是在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这附近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中间穿插的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那么接着再来看16号高速，现在也是从 Lincoln Road 开
开始一路到市中心已经没有绿色了，一半一半，一会儿红一会儿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红色交通拥堵的路段，一个是集中在 Lincoln Road 前后，还有在 Rosebank 前后，以及从 Great North Road 一路是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都是红色交通拥堵。其余没说的路段也全部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另外在小路上，像 Lincoln Road 啊、Chautauqua Road 啊，甚至在快到高速口的地方还出现了黑色大塞车。所以说走西区的朋友一定要早一点出门了。那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倒是非常的 consistent， 就是统一consistent 是不是应该叫统一？就持续性。就从我报路况到现在，它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呢是堵快到Vero Valley 了，都是黑色大塞车，中间可能稍微穿插有个500米的距离恢复了红色交通拥堵，但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呢，过了 Vero Valley 之后，一路是红色交通拥堵，一直到过了 Eastman Road。接着到 North Cove 还是黄色车多，过了 North Cove 之后呢是恢复畅通。我在想要不要把我这段话给录下来，以后每次报北岸路况的时候就放一遍，反正都是一样的，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变化。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马上回来，开始正式进入到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的是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好的，欢迎回来，7点21分，我们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不过呢，大家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天啊。今天我曾经想过，等到8点钟过后，干脆我就不讲新闻，就等着大家跟我们来聊。但是想一想，但是有几件事儿还是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个秉持着我们新闻人应该有的这种责任和态度，新闻道德素养，对，还是有一些新闻要告诉大家的但是随时大家可以上来跟我们聊天，反正这种机会也不多。今天是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了，如果在假期之间大家想我们，可以到 YouTube 上去看回放，对吧？看看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有老听众会说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就觉得该起床了，该去上班了，就这个好像闹钟一样的。可以截取一段，然后设定成闹钟，就是大家早上好，是吧？对。好了，早上都可以听到。来，我们说回到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呢，也是找了一些稍微就轻松点的，不用那么反正不是我们也不是特意了，主要是大家也都快放假了，所以现在能够出来的事情也不太多了，而且大家也不太愿意在这个时候再去管太多政治经济乱七八糟的事儿了我跟你说，一会儿到新西兰新闻的时候，大家会听到连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上来了就是这是低迷了2年多了，上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圣诞节的这种气氛有关差不多吧。我觉得光买礼物的人都能支持不少。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不觉得买礼物真的是既耗费精力又耗费荷包，也是很贵现在买礼物。对呀，就是如果你想买到一份比较别致的、比较称心如意的，第一是难选，第二是选好了之后还挺是吧？是真的，就是现在可能是消费的这种水平的提高，所以呢，反正我身边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采取那种规定，20块钱或者30块钱左右，大家就不要去，你知道吗？你要真的买，你又觉得如果买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吧，又不好意思送但是你要没有这个设定吧，你真的给人一个小玩具，你又觉得这不太好吧？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段子，说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还没有女朋友的都不敢交女朋友，说要年底这个交女朋友成本很高先是圣诞节没几天又要过什么元旦又要过跨年，对，然后跨年过去以后呢又要过新年然后春节，然后情人节，然后再加上春节的时候还要去家里看父母。而且我是情人节周围过生日，就是又全是在那个，再加上这种有生日的，对真的就是在过年期间节前不敢谈恋爱。所以说人家有一个说小 tips 嘛，给男生朋友们或者女生朋友们其实也一样，就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女生不用送男生礼物嘛，一样，对不对？其实是一样的嘛。就无论男女说有一个好办法，选在比如说像情人节呀、对方的生日的时候呀，
表白，或者是求婚，这样你就少了个纪念日。一次就把几次的都可以一起送。对的，或者像我这种，我的生日跟那个情人节特别特别近，所以我的另一半就会经常跟我说连一块儿，连一块儿，因为很近很近。所以说赶上同一天的，比如说啊，我真的有一个朋友，他是情人节那一天过生日，然后他还准备说求婚什么的也在那一天，所以就3个节日合并了。那我觉得也挺亏的。是啊，本来是3份礼物，那得收3份，但你可以同一天。这个礼物可以把3份合成1份，买1份大的。大小这件事情，大家心里还是有不同标准的，是吧？所以就说到这儿嘛，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礼物的事儿啊。好了，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方面。首先第一件事情，极快速的跟大家来跟进一下脱欧的事宜。约翰逊呢，昨天是表达了一个新的说法，他是说为了阻止延长过渡期，就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说脱欧没问题了嘛，只不过就是说这个过渡期到底要多久。现在欧盟方面给出的一个说法是说，希望能够在2020年底完成这个过渡期，但是不排除可能会延长到2年。所以说呢，约翰逊就说了，他说我们是不会同意这么长时间的过渡期的，所以他要在周五，英国时间的周五来进行表决脱欧的协议。这个协议当中的内容就是说要去阻止延长过渡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作。那么除此之外呢，约翰逊也是明确的表示了说，如果这件事情跟欧盟谈不拢，不排除可能再一次要去讨论无协议脱欧。所以这好像给人的感觉是，这怎么又回到要无协议脱欧的状态了呢？但这个其实不像以前的那种谈脱欧协议那么来的那么紧张，现在只不过就是附加条款，过渡期看到底要多长。这个我觉得不像说以前那种翻不过去的大山那么严重，所以我们来看吧，这个周五会进行表决，明年我们大概就会知道究竟脱欧的整个的议程大概长什么样子了啊。关注这件事的朋友可能在下周的时候没法听你说了，主要得自己上网搜索这些消息。这听新闻的朋友嘛，所以现在新闻源获取的地方非常非常多了，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知道的。而且我估计我们明年回来的时候，他应该还没有什么进展，因为他们也快要放假了，你知道吗？好了，那这件事情啊，脱欧的事情我们就要明年再说了。现在可以说任何事情都是明年再说了啊。明年再说，就跟昨天你说的那个总统在这个星期一的众议会。对，他说那个内阁会议，我们的总理总理内阁会议说完了之后，都是说明年再说，都是明年。好了，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看其他的啊，就稍微轻松一点的新闻了。然后来看一条关于韩国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关于买房的信息，说在首尔地区购买折合人民币900万，对，折合人民币900万以上的房产时，禁止贷款，必须要全额购买。900万人民币，900万人民币是15亿韩元。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韩国的，可能它也分不同的城市，比如说首尔的那个房价，我估计也不会低。你要相对来说900万也不是很高，就是的确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房子了。你想它折合纽币也快200万纽币了，就是它的确算是一个好房。但是你说多贵，好像也不是说完全。就比如我们举例子，你在北京和上海随便卖套房，那还不得上千万呀，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等于说虽然我们不是很了解说整个韩国的房市是如何的，但是你能够感觉出来，它的这个限制其实设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高，其实它算是一个偏高一点的那个高。他这个新闻里就说在首尔的江南区，就是首尔的江南区被称之为富人区嘛，说在这个首尔的江南区有70.9%的房产，目前的市价都已经超过了15亿韩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900万。所以今后如果在这儿买这些房子的时候，都需要全款购买。对呀，所以说我就说他设的这个门槛真的不是说很高的，不是说我们说的那种超级豪宅需要全款。等于说你看70%多，当然它是最富的区啊，那我估计你整个首尔
平均下来可能也不得有个20%-30%的样子，大家都得要全款了。说然后就说到了说这个近期首尔的平均房价连涨24周，韩国政府呢也推出了一些新的规定，收紧房贷，控制房价。不过呢，也有观点认为说这个新的规定会直接影响到房产的正常流通。因为韩国现在总共有5000万人口嘛，有1/5住在首尔，然后近一半呢住在以首尔为中心的这个首都圈，那也是很挤哦。对，所以这个房价的上涨也会成为比如说不结婚呀、不生孩子的这些因素，就是你也没有地方给孩子去居住的感觉，可能大家都是以租为主。那你要说首尔、东京根本就没有多少是自住房，基本上全都是出租房。是所谓的那些拥有房产的人，基本上都不住在东京了。看你就经常你看韩剧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这个男女主的设定，他也会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公寓啊或者这种地方居住。所以我不知道啊，大家感觉怎么样？但是他的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他的这种现代的做法是不是好的。其实你这种房子让大家全款付，的确是减少了很多贷款的压力，但是对控制房价，我不知道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就是顶多是可能普通的，比如说稍微够一够能够够到这种豪宅的人，现在没法买了。对，因为他不能够贷款了。但是对于真正富有的那些人来说，可能不一定有太大的影响。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啊，这个韩国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限制房价？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不还是限制房价吗？因为涨得太快，不知道这种能不能够起到它想要起到的作用。这个事儿怎么看？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是，但是说到了这个不生孩子不结婚的事儿，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日本人如果要是再这样下去，会在100年还是多长时间之后断子绝孙，就是没有了，这个种族就没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不生孩子不结婚的意愿太过强烈，就他们有一个也不算是就是完整的统计数据吧，就说现在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的比例要多于想生孩子的。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他们就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可能一段就是几百年或者是1000年之后，日本这个种族就没了。而且他说这还不加上说可能会不会这种意愿越来越强烈，只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意愿都要灭绝了。他说那如果这种思想越来越膨胀，再到下一代就更不想要孩子的话，那可能就更快。对，因为如果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会互相受影响吧。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很想有小朋友，然后你就觉得有个孩子还挺好的。对。但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2个人很潇洒，然后你就觉得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但是这个东西啊，说不要孩子的这一族，像丁克一族，也算是80后或者叫75后吧，慢慢开始兴起的。所以这一批人说真的也没有到养老的时候。对。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会不会好？等到老了之后，对，就到时候这批人会不会后悔？那要等我们这批人老了之后再去看，对不对？所以现在也不好说。虽然以前也有丁克一族，可是它毕竟量少，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好像这个量会非常多。等到我们这代老了，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会后悔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吧，这也都挺有意思的。那么接着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到这个近邻澳大利亚去看一看。我可能就是受到影响的这一批人，去澳大利亚感受热浪和什么，就是火山的这样的一个雾霾吧。因为说热浪吧，我觉得这几年只要是圣诞节和新年，只要夏天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就觉得不奇怪了。澳大利亚哪一年不是热到我去的时候最高达到过43度，悉尼市内43度，所以你说热浪呢，我觉得已经习惯了。可是现在的这个山火、浓烟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的确是非常的严重的。对，说澳大利亚多地遭林火侵袭，然后新州的情况预计本周还将恶化。而且呢，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水质安全专家和环境工程师就表示，因为大量林火的灰烬被暴雨卷进了水坝，所以呢会面临水质变坏的情况。我今天早上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说呢，还是大面积的森林仍然在燃烧之中嘛。现在目前的状况，你看这都烧了几周了，只有差不多一半得到了控制。另外一半仍然是在肆无忌惮的烧，对，肆无忌惮的、漫无边际的在那边燃烧着，而且呢，它也是逐渐的在缩小，向着这个市中心的方向去靠近，所以也有周边的一些应该说村庄吧等等的都被疏散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说悉尼有多大的威胁？
政府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毕竟它也不太可能让它真的烧到市中心，这也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还是会严格的在那边的去管控。基本上现在在澳大利亚还有来自于世界各地2500名的消防人员是奋战在第一线的，他们我估计到圣诞节之前是绝对不可能有时间休息的。但是最重要的，现在悉尼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是水质，二是空气的污染。我的表姐在澳大利亚，身边好多朋友在澳大利亚，有几个呢是带着孩子在悉尼生活的朋友，现在都是母亲带着孩子已经回到新西兰了，因为空气质量真的是太差了。我的表姐也跟我说去澳大利亚的这几天一定得戴口罩，尤其是如果你有呼吸方面问题的，我是劝大家算了，别去了。今年的圣诞换个地方吧，不要去悉尼，真的是影响很大，而且他们现在的水质也成问题了。我看到有朋友圈的朋友就是在发照片说，从来没有看到过悉尼这么多天看不到蓝天。而且它的那个整个的状态就是红日。它的那个红日不是说漂亮的一轮红日，凄惨的，就是因为它是火烧起来的，然后再加上浓烟，所以说你透过那个烟看到的是一轮红日，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啊，反正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要是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要去的，那就比如说我做好防护措施，就是做好防护措施，因为我不是去旅游，所以还好，我就基本上我也不会出屋，我可能就待在室内当中。但也是，比如说你出机场啊，如果一定要出去，可能要戴好口罩。然后今天早上呢，澳大利亚那边就是西南威尔士州的相关的这个政府的部门也提出了警告，说周四会是悉尼非常炎热的一天，但周六会是最 worst 的一天，就是最严重的一天。如果有真的周五就要去的朋友啊，周六又热，污染又重，各方面反正非常非常的严峻。然后呢，据说是从周日开始会有一轮的降温和降雨，希望说能够在圣诞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一个稍微晴朗一点的天空。我是26号走，所以希望说吧，在圣诞节之前能够有所缓解。如果有朋友是真的这一周就要走的，周六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的日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我们也期待这个大火能够尽早被我们这些个2500名奋战的消防战士给扑灭哈。各地的都有，很难的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消防战士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敬佩。他们反正就说什么最美的背影啊，但是没办法。尤其是山火经常它不受控，对，而且来一股风又很大，对，所以你很难把握说他们到底有没有就是安不安全进去作业。所以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哎呦，今年关注不了了，等到明年了。这个明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在澳大利亚如果看到什么情况，也会可以在比如说我们的互动的群里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分享一下。好了，那说到圣诞节期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圣诞节期间的治安。各个国家呢，为了保证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安全的圣诞节，而且往往到了圣诞节的这个日子啊，各地的恐怖的这些分子呢也不安稳，比较活跃，因为人多，假期，再加上什么，这又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传统节日，对，所以说也会勾起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说呢，为了缓解圣诞节期间啊大家的这种恐怖的威胁，首先呢，英国我们看到了新闻当中介绍说会有特种部队用便衣的方式在整个英国的街头巡逻，参与到这个安保工作当中。据英国《镜报》报道说，参与巡逻的这些成员会配备手枪和急救箱，以在袭击中保护和救治伤员。而且这些便衣呢，也会被部署在伦敦的冬季嘉年华和西区，以及全英的主要街区和圣诞市场的区域。当然，他们就说这个一方面呢，公布出来也是给所有的这种犯罪嫌疑人的一个威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也让民众可以比较安心的出行。毕竟最近啊，英国尤其是在这种特别繁华的地方出现的恐袭的事件太多了。11月的伦敦桥，对，然后也包括以前呢有什么炸弹威胁等等各方面的，所以呢很难讲会不会真的在圣诞节之间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反正在悉尼啊有一个感觉，就是悉尼街头上人最多的2天，一个就是26号 Boxing Day，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跨年的时候。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啊，新西兰相对来说因为人少，所以说安保上呢好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感觉
那么的就是紧张，或者是说出动的不是那么的过分。反正在悉尼，我26号有一次啊，就是26号当天去购物，那种人挤人挤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的人前后是互相贴着的才能动。我已经好像有个10年没有感受过这么多人在一条街上涌动，你根本不可能出得去，你就一定得跟着人流这样一点点往前走。而且我觉得你如果在新西兰待的时间久了，就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你会特别紧张，会心慌，而且我个子又矮嘛，所以我就有一种呼吸都不是很顺畅的感觉，很压抑，所以是非常压抑。因为我真的就是你前后，就像我们挤公交车，大家知道吗？在道路上挤公交车，你能想象到吗？是不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华人朋友来说，如果你去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经历过早高峰的地铁，应该可以有这种感觉。是，可是你想想，如果在那个时候真的冲出来一辆车，或者是有谁拿着武器，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你跑都没地方跑。所以啊，往往就是比如说我在悉尼就看到，像这2天，基本上所有的那个路全部放上10吨。就是防止有车冲进来，然后在每一个路口都有警察在那边把守，所以就是为了保障民众的安全嘛。所以就类似的事情，我估计在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新西兰相对来说，也就跨年那一天会人多一点，平常就还好。而且在这种人很多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生了骚乱，本身人群自身也是一个威胁。是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在那个音乐会上，然后后来就出现踩踏事件，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因为踩踏而受伤的。你想想，如果我说的那个26号 Boxing Day 那天的那个情况，31号我从来30号啊，就是跨年的时候，我从来不敢去悉尼的某一个地方去看烟火，我觉得那个。所以可怕，所以我觉得就是也要提示一下，如果要带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或者行动不便的人去这种，尽量是选择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哈，看电视呀、网络直播呀。你知道最夸张的，就在悉尼的 Boxing Day 到什么程度？大家4点钟起床，5点钟左右开始出门，然后就尽量在8点钟之前离开商店。要不然就是人太多，根本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太多的节日都以这种降价呀或者为噱头吧，我好像对打折这个事情都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了。而且我是觉得反正我的感觉是，可能我们平常逛街不多，但是也的确是在那2天，比如说像很多的朋友去买什么游戏机什么的，我是听说在那2天的确，你要是能够在那2天买到，那就是会非常值。可能有的甚至就电子产品等等的啊，当然它也限购啊什么的，所以说就会大家也怕人多嘛，所以就在很早很早去，就在大家开始要逛街的时候就离开，所以店铺现在也是为了类似于像分流，所以在这种 Boxing Day 的时候营业非常长，可能从早上7点钟恨不得就营业到晚上12点，对，就让大家分开嘛。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反正也希望如果有在这个 Boxing Day 出去买东西的这个打算的这些朋友啊，也能关注一下这个讯息。是，反正无论去哪儿吧，我估计都会人很多，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还有这一节还剩2分钟不到的时间，跟大家来。也是跟圣诞有关的嘛，但是挺可爱的一条新闻。对，是说有一群爸爸，他们就是为了给这个女儿梳头发，就是女儿早上起来希望变换一些造型嘛，然后他们自己几位爸爸开了一所美发学校。然后说这个问题一开始呢，是因为有一个爸爸，他的女儿想让他做一个比较奇特的造型吧，然后这个爸爸就是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做出来的这个造型孩子都不满意，所以呢，他们就和另外的几个爸爸一起创建了一个美发造型学校，而且每个月呢会找专业的造型师上1次课。这个我看过一个帖子啊，那个标题就写有一种奢侈品叫新西兰爸爸。说新西兰的爸爸其实在这方面，你如果大家在新西兰生活，你出去看什么，比如说推婴儿车的呀，哄孩子玩的呀，然后再大一点陪孩子玩游戏啊、打球啊，全都是爸爸。所以他就说有一个帖子就在讲说，奢侈品，新西兰的爸爸是个奢侈品，是一个很多国家的表率。但是你看，其实也有其他国家的爸爸也在努力着。对呀，这群爸爸是来自英国的，对。然后他们呢，现在每个月都会跟这个造型师去上课，然后探讨怎么去帮女儿把这个头发的造型做得特别好。然后最近不是过圣诞节了嘛，他们就创造出了一个
个圣诞树的造型啊，头发变成圣诞树对，我的妈！然后这些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爸爸们做的这个造型，而且他们觉得就是这个男性思维有的时候他想出来的造型会特别的令你难以置信。对就是他不会按照女性思维说给你编个辫子呀什么的，编个辫子什么的，就是他想到的这个造型可能会更夸张一些。但是孩子嘛，对不对？可能就会更喜欢夸张，尤其是你知道。爸爸和女儿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就是对吧？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对，所以说无论如何吧，就这个看起来还真的挺暖心的这些爸爸。说到这个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个爸爸其中有一个爸爸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能够给他女儿梳头。在婚礼上有没有就比如说爸爸送女儿嫁人的时候，有没有爸爸是可以忍住不哭的？有吧，我觉得应该有，就是有那种就是当时忍住不哭，然后女儿一走马上控制不住的啊，对，这个挺有意思的。时间关系，7点45分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C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帽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早上的7点4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朝闻天下》。那么接着呢，我们还是在8点钟之前跟大家来说几条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不过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呢是说了，承诺了要跟大家来聊天儿。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才刚刚起床啊，刚刚出门，有时间了，想要跟我们聊天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期，今年最后一期早上《朝闻天下》的直播了，所以无论想聊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也希望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2939906，然后随时跟我们来聊一下你在2019年的一些想要说的事儿，然后同时对2020年的一些新的期待，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或者是对我们的期待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刚才不就说到爸爸的嘛，然后我们有听众就在说，他说哎呀，当爸爸有了个女儿就彻底完了，一辈子都被拴得死死的。妈妈只要跟女儿搞好关系，想怎么收拾爸爸都行。就是妈妈有了帮手，可以去收拾爸爸。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妈妈真的是挺占便宜的。就是如果你生的是女儿，刚才说可以搞好关系嘛，你如果生的是儿子的话，觉得也特别就是特别幸福，因为等到你儿子长大了，然后跟在你的左右两边。那我们也是10月怀胎把他生出来的，你想想爸爸做了什么？他就可以有了一个儿子和女儿，对不对？还是挺幸福的，是吧？对呀，所以应该的，我们应得的好不好呢？所以说无论如何，那么刚才就讲到关于爸爸的这个事情，就说我们刚才也在广告的时候也在聊，就说有没有爸爸是带着女儿，比如说嫁人的时候是能控制自己的那个有一种失去了的那个心理和那种非常的又激动但是又伤感的心情的我身边有朋友是有2个女儿，然后就说是这个未来要经历2次，估计他就说不想想，估计第2次的时候会比第1次好一点。哎呀，但是对你知道爸爸对小女儿的那个感情又更不一样，你知道吗？大女儿可能长大了之后又对小女儿，我虽然不是男性，但是我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好像妈妈相对来说会觉得好一些，就会感觉好像自己多，就不论你如果是女儿，在妈妈的心里会觉得我又多了个女婿嘛，而且女婿跟丈母娘的这个感情也是不一样的嘛，是另外的一种情感，异性相吸。对，然后如果是儿子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嘛，拐回来一个的感觉。可是爸爸好像就永远没有这个，就是觉得失去。因为爸爸和妈妈可能对于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投入的和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妈妈在他投入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得到了他应得或者需要的，但是爸爸他一般感情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他可能在这种细腻的事情方面。他们我还是觉得男性有的时候呢，就是太脆弱，不是脆弱，他不弱，但是他太脆，就很容易什么东西比较硬的，它也比较容易折断。对，如果相对于一些比较柔软的，像皮筋啊，对呀，像水。对吧？就是这个，所以说女生和男生有各自的优势啊。好了，这事不说了，说下去说不完了。而且我们俩又都是女的，好像没有发言权的感觉。好了，那我们接着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挺有趣的。是2019年中国的媒体10大新闻出炉的关键词。这个10大新词呢，我觉得这个10大新词今年听起来就字面意思好像还挺难理解的。比如说极限施压，比如说接宿羁绊，当然还有一些听起来就是还挺有趣的，比如说夸夸群啊、冰墩墩、雪融融、杀猪盘、土字号、香字号、基层减负年、夜经济。还有5G 元年，这都是今年我们说的10大新词。第一个说的就是夜经济。其实这个夜经济呢，都是所谓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就说现在中国如果是大家去夜晚看一看，无论你是去逛街吃东西，还是说呢你真的是就只是说去比如说景点或者是去转一转，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夜晚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好像就有2个白天了，就不再说是白天大家呢日落而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你现在就是日落了之后大家仍然还在而作，只是分2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日落之后能做的事儿，就是很多事儿是专属于日落之后才能干，
白天还不能干的，比如说看广场舞呀，比如说去个夜市呀，就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你只有晚上才能去做。所以这就是一个发展嘛。以前比如说只有12小时是处于这个国家在动，或者是说呢整个的生产在往前走的一个状态，现在就等于说延长到24小时。有人就是在后12个小时在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或者各个方面去发展，所以这个是排在第一啊，很有代表性的。第二个就是5G 元年这件事情，无论是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5G 都绝对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篇，尤其是围绕它又出了那么多新闻的内容，话题，各个国家之间的争端，对吧？所以说这个5G 元年排在第2，当然也是不意外的。接着后边排在2个的，一个极限施压，一个是止暴制乱，当然都是跟香港问题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希望说香港今年能够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度过完今年以及春节，到明年不知道还会是什么样的一番光景啊，这个我们也到明年继续来关注好了。接下来就是这个接宿羁绊，接宿羁绊其实是跟还有一个是叫基层减负年，都是跟我们说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向基层的一个转变，有关系的。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在新闻当中也提过很多次，好像很多的都开始把这个权利也好或者任务也好都给了基层，然后基层呢也有一种好像跟大家民众走得更近，更多的更有亲和力，可以有更多交流机会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这2个词也在今年的新闻词汇当中。剩下的一些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民生的，比较生活方面的，比如说这个夸夸群。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夸夸群，以全方位华丽的词藻去疯狂的吹捧一个微信群。对，但我是觉得这个夸夸群更有点像反讽刺，你知道吗？难道真的夸吗？就是夸的后来就变成有点像那个吐槽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夸的已经让你觉得这个内容的真实性已经开始怀疑了。是，或者是说他就是用这种夸的方式，其实是表达了想要去表达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不好直接说出来的，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对，比如说你太诚实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说就那种感觉的，他就会用一种方式去表达一种思想，所以夸夸群也在今年的新闻词汇当中。接着就是这个冰墩墩和雪融融，我对他俩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而且蛮喜欢的。对啊，而且他俩那个意义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当时跟大家来解释，比如说那个冰墩墩，大家记不记得他头上的那一圈其实是表示了光速，或者是说是5G 时代的那种网络的速度，还有它的掌心都是爱心的等等，它就有很多细节科技感在里面，然后就觉得非常可爱，有2个形象要出现了，而且大家比较期待冬奥会嘛，所以这也是今年关键词。还有这个杀猪盘，我不是很知道到底是什么。杀猪盘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说是不是跟今年的这个猪肉价格飙升有关系？后来了解了一下，它是一种网络诈骗的方式。所以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听过杀猪盘。最后一个就是香字号和土字号，就是说现在大家在追寻老味道，对吧？一些农副产品啊，它已经换了一种新的包装之后，以更时尚的形式展现。时间到了啊，57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
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0962303666。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8日，星期三，农历11月23，欢迎您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警告：暴雨之后千万别去奥克兰这些海滩游泳。在周三晚之前，去包括 Milford、St. Helens 和 Mission Bay 在内的一众海滩都会存在高风险，建议大家在大雨过后的48小时内都别去海滩游泳。奥克兰呢这2天俨然已经被暴雨包围，大量的降雨导致海水出现了粪便细菌污染。奥克兰市议会游泳安全网站显示，在未来24小时之内，大家超爱的海滩都已经无法游泳。暴雨可能会混合雨水和地表水一起涌入污水管道，由此产生的污水漫流会将污染扩散到海洋当中。这场来自于塔斯曼海峡的低气压系统横扫了全国，并给90%的地区带去了降雨。奥克兰海滩的高风险警告预计将在今晚取消。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轰动新西兰的最大诈骗犯即将出狱，将去小镇靠养老金生活。新西兰最大的诈骗案的主谋将于明年的2月份出狱，服刑时间6年多。2013年的11月，破产公司罗斯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老板 David Rose 被判入狱10年10个月，至少服刑5年05个月，少于此服刑期间不得假释。2012年，他经营的庞氏骗局破产，欠投资者1.15亿纽币。他承认了严重欺诈办公室和金融市场管理局的指控。现年69岁的 Rose 此前曾对假释委员会表示，他的诈骗罪只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呢，导致公司变成了一个庞氏骗局。而在最近的一次露面当中，委员会发现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深深的、真诚的懊悔。假释委员会的决议书上写着，他
他承认这一罪行对受害者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并且表示呢，他对自己无法纠正错误深感抱歉。2月份能否得到假释，取决于他能否找到合适的住所。委员会也表示，应该给 Rose 提供治疗和咨询的机会，重点关注他过去的操纵行为和欺骗的动机。他计划搬到一个小镇，靠养老金生活。委员会也称 Rose 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比较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欧洲刑警组织11人因涉嫌伪造欧元钞票遭警方逮捕。欧洲刑警组织16日宣布，在对欧洲第2大假币生产商暗网的调查当中，11人呢在欧洲各地的联合逮捕行动当中被捕。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该犯罪集团售出了2.6万多张假钞，估价呢约有130万欧元。据报道，在葡萄牙警方于7月捣毁的一家印刷厂，并逮捕5人之后，欧洲也开始了跨境调查。在上周进行的36次突袭当中，有27次发生在德国，其他9次分别在奥地利、法国、希腊、爱尔兰、卢森堡和西班牙等国家进行。在突袭行动中，欧洲当局追缴了伪造的欧元纸币、毒品、武器、兴奋剂、非法购买的药品以及伪造的文件和虚拟的货币等。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由侯磊编辑播报。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新闻内容。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直播啊，所以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圣诞节的天气怎么样，我只能看到这2天。今天呢，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还是会有雨，但是比昨天相比，雨势会稍微小一点点。而且在气温方面，稍微有一点点冷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保暖。今天奥克兰最高是20度，最低15度。北岛南部地区呢，则是会逐渐恢复到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在北岛最南端的惠灵顿，今天仍然有强风，所以说大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而且温度方面，惠灵顿的最高温度只有18度，最低14度。到了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基本上也都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而且风力也都不小。气温方面 ，Nelson 最高虽然有2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温度呢是只有10度。南岛南部地区就更冷了，你看一下皇后镇啊，虽然说晴有云的好天气，但最高温度16度，最低只有6度。奥克兰的冬天最低温度可能6度的时候也不多，所以说啊，如果有去到南岛的朋友，一定得多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那么到了明天呢，这一股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南岛，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恢复到晴好的天气。南岛方面，一边下雨，一边温度也没有回升。明天皇后镇的最低温度仍然只有7度，奥克兰明天最高是20度，最低温度15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69，2652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了，早上的8点11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直播的2019年最后一次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好，我是侯磊。好了，特别荣幸，我觉得我总共做了3期节目，就参与了最后一期。Lucky last， 是你觉得是 lucky last 啊？所以说呢，今天真的是我们2019年朝闻天下的最后一期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如果大家有意愿且有时间，并且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想要跟我们聊聊天的啊，可以利用这最后的剩下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2019年，比如说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甚至是可以说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哪件事情令您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共同展望2020。我们到明年呢，节目可能也会稍微有一些调整啊，早上的朝闻天下，所以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呀、建议呀等等。我们明年呢，其实回来之后啊，会有一个类似于像小的探讨。我们虽然回来上班的时间是在1月中，但是我们的节目开播的具体时间，我们会在各个平台上跟大家来做通知。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都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嘛，利用着最后一次2019年的直播节目。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是每天关注我们节目最多的，然后大家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什么样的讯息或者什么样的内容，包括什么样的风格，可能你们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我们最愿意去接纳和最愿意去改变和尝试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益善。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希望女主持人长得更漂亮这件事，我就做不到了啊。
这种希望有点过分。好了，那我们当然啊，继续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新闻。我本来是在考虑说，要不然我们就说一些轻松的，然后呢，最后一期嘛。但是秉承着这个新闻人嘛，需要传递信息的这个己任，今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来说的。尤其是这也是我们虽然说不是马上到圣诞节，但是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期，所以有很多其实值得提醒大家去留意的事情，我们也会在今天啊利用这最后的2个小时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说完。所以首先啊，我们节目进来呢，先跟大家来说几件案件，都是在昨天要么被判刑了，要么就是刚刚发生的，但是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也是值得去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Hastings 北岛的这个算是小城市啊，Hastings 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这件事件呢，当然发生的时候是获得了大家的关注，而且是引发了小范围之内的恐慌。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了 Hastings 的 Flaxmere 小学。当时据透露说，这所学校当中总共有502名学生和60名的教职工，所以在当地也算是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了啊。我们现在线上有朋友，我们先来接一接啊，一会儿再来说。早上好。两位新旧主持人好啊！早上好呀！你好，我是新主持人。我是称你啊，好久没有打电话上来了。是呀。主要我的人比较年长了，我的阅历也多了，人的思维变成比较就是冷眼看世界了。是。我的思维真的也就是出世了。差在还没有出家了，开玩笑。是，不过看开了一点挺好的。其实在，不是，人生的每个人的思想，我对个人，不要说我个人了，还是说你们主要说明年你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叫什么啊？应该叫怎么样去做这个节目？首先我这样说了。我对我来说，如果我的现在可以接受你们这种做法，因为我是感觉到我没有要求这么高，我也对世界的尤其是大事，我管不来了。但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我肯定是有我的理想，我会要求你们做这个节目的了。这个高度就要提高一点，因为现在你们做这个节目的，可能我是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但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喜欢你们这种的 style， 是，但我跟你说，你们要抓住一些比较，尤其是新西兰的新闻，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比较要有深入的讨论一下，你明白意思吗？多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新闻，对吗？不是，他说的是深入。我的意思就是，尤其是我们是 Chinese 我们是纽西兰人，也可以算是 Kiwi 人了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每个人会比较。是乐意就是关注的，要深入的讨论一下，深入的讨论一下，不是像 Peter 这个 Peter 老师这样去专门在研究一个国际上面的但你知道吗？其实如果我姜还是姜有姜的辣，你知道另外一个台这个是老姜嘛？对，其实他做的真的不错的，因为他可以帮一些新闻延伸起来讨论一些 related 的有关的issue，你明白意思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你们也会改变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节目应该set在哪一个高度？要认真考虑一下。如果我不好意思的说一句啊，我知道我要说，如果我要说很多东西可以说，你们要
你们现在给我的感觉到，有时候你们好像就是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啦。哎呦 ，Tony， 我们认识这么久，对不对？像是在小孩子有时候做家家，给我的感觉，你们尤其真的小娇。真的，你好像真的小孩子、小女孩一样的，有时候。那我是年龄不够嘛，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阅历也不够，所以我们也是要努力。但是您提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以后我有些，比方你世界上有很多 news 嘛，那你们要选择一些你认为比较我听众有兴趣的，你要讲完每天的新闻，你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就是一天也讲不完。是。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你感觉你的听众会有兴趣的。好。来讨论，加以讨论一下，然后引起这些听众的热烈的反应。做起来，你们其实到时候你们做节目也轻松了。你不要将全部的新闻讲完。然后你听众反馈给你们的，你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到听众的意思，好的，大家互相进步。好的，明白。我不讲了，我讲的太多了。谢谢 Tony， 谢谢，就这样。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还有一点wish you all your staff。Merry Christmas。所有员工，包括你们老板，一个 Merry Christmas and 一个进步的新年啊！好的，谢谢 Tony， 也 Happy New Year 喽，圣诞快乐，身体健康啊！好，谢谢，拜拜。我觉得是非常中肯的啊。不过呢，这个东西我也要渐渐的，毕竟呢，就说到资深啊，或者是资历这件事情，或者是看待世界，我以前也跟大家来聊过，就说呢，在你的每个年龄段，在看待某一个问题，或者看待每个新闻的时候，的确会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对，而且呢，我们就说可能对于年长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他经历过我们这个年代，所以我们看什么事情他们理解，可是我们没有到那个年龄，所以我们不可能有那个也达不到年纪的想法。当然我们只能说是不断努力啊，有着自己的这个风格。其实我听到的就是可能不同的听众他有不同的反馈吧，就是我听到的听众，有的听众给我的反馈是觉得我们的新闻有的时候一条说的太多了，他觉得现在我只需要新闻的量，他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很快速的新闻时代，你只需要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听一个大概就 OK 了。至于探讨，如果我对这个新闻感兴趣，我可以专门去搜索这个新闻相关的探讨。或者他也是觉得，就算我们再资深，也不如就是专业人士想的深。对。所以其实我也在想，我得到很多信息，有人是说希望能够聊得更深，让大家呢也有一个代入感，都可以来探讨。毕竟是大家身边的很多的关心的话题，尤其是比如说像政治方面。但有很多人呢更渴望的是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对。我们身边就有人在跟我们提议说，你说啊，我一天早上。在路上可能总共不到20分钟，我只听到了2条新闻啊，对，我就觉得很浪费时间。是啊，他希望能通过20分钟可能听到5条新闻、10条新闻，对不对？所以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明年呢，我们也把节目稍微改一改，就是有一段或者是每一节的开始，我们很快速的把今天的新闻全部讲一遍，先预告一遍，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再找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就今天在众多新闻当中的其中2条，就拿出来说，关注的，然后是可能一方面呢，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啊，就说聊得深，的确是需要很多的阅历，很多的知识量，也要有很多的思想。对不对？这也需要很多主持人当中的配合，但是我相信啊，我们也知道听众观众当中藏龙卧虎，所以也许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积攒到更多真的在某一方面比较真的权威的人士可以来跟我们探讨，所以这都是一些改变的方向啊。当然 Tony 也是我们非常的老听众了，一直也是在伴随着我们节目成长，也是非常感谢像这种听众给我们非常诚恳的中肯的一些建议，吸取完了之后我们慢慢消化。一夜之间我是不可能变成资深的老艺人了，但是呢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做得更好吧，所以非常感谢啊 Tony 的电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建议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热线电话是您熟悉的9293-906。那快速的把这个学校枪击案的事情跟大家来说完。所以说刚才就讲到嘛，说这些孩子呀、教师啊，有很多的就被迫的躲在了柜子里。那么当时就一名学校的老师的描述是说，他们就看见呢是有一个成年的男子
和学校的一名员工其实呢是发生了争执，然后呢就报了警，警察还有应该说是就是救护队就来到了现场，然后警方呢就是通过学校的广播在告诫大家说，这一名嫌疑人可能手中有武器，有枪支，所以让大家呢躲在安全的地方。然后随后呢没几分钟，这名教师就描述说他就听到了枪响，接着过了一会儿，警方就说好了，可以大家出来了，解除警报了。然后后来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听到警方的消息，因为这则新闻出来不是在不断更新嘛，当时说听到枪响，并没有说开枪的究竟是警察，还是说是这名嫌疑人，因为不说嫌疑人手中可能也有枪嘛，所以说也不知道究竟是谁。那后来呢是在晚上的时候，警方这边证实说开枪的是警方，警方呢就是因为这个就说这名嫌疑人他手中可能有武器，而且他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安全，试图进入一间教室。对，所以说呢警方最终才选择了开枪。那开枪之后呢，这名嫌疑人是身负重伤，但是根据这个医院发回来的消息是说情况稳定，但伤势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那随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学校后来开放了之后，很多家长都涌到了校门口，说很多孩子出来的时候也是默默两行泪对，受到了很多的惊吓。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好在呢，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是说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学生或者是教职员工受伤。对，但这件事情也是挺吓人的。现在警方没有透露说为什么这名男子要携带武器冲入到学校去。也不知道到底他跟这名教师发生争执之后，这名教师到底有没有受到比如说相关的威胁或者伤害只是听到警方说没有再搜寻其他和这名嫌疑人相关的人了，那应该他就是自己，但是原因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这种事情发生之后，还是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后怕的，尤其是又发生在学校。是。而且学校这一次反正是外界对于学校的反应还是给予了肯定的，就说呢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在应急上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就是第一时间对于孩子的保护，对家长们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是因为你如果要是在这个时候再出现混乱，对，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会受到伤害。孩子们虽然是受到了些许的惊吓，但是好在都是没有什么大碍的。当然了，这个学校后来也说就在下午的时候就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当中了，也是提醒反正就类似于周边的这些家长也不要过度猜忌，就说呢正常还是正常的生活，等其余一切的就等到警方调查出结果之后再来跟大家公布就好了。我们昨天还说到了关于这个收缴违法枪支的事情，对呀，然后今天但是他收缴的毕竟是那种大杀伤力的，那你要手枪这种东西它不算违禁的枪支嘛，所以它也不会在收缴范围之内。无论如何吧，反正这件事情算是有惊无险。那么如果要是警方那边有什么最新消息再来跟大家说。因为时间关系快到8点27了，可能我们要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说到学校，昨天还有一个案件也是做了最终的宣判。这个案件呢就是女教师性侵未成年男学生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也算是新西兰这边女性教师第一次因为类似的罪名而入狱，她最终的判刑是2年半的时间。但这其中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比如说包括这名教师到底可不可以获得姓名的保护，也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像这个就等于说这个教师是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被轻判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我们先稍作休息等到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
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磊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啊。我看到线上有朋友稍等一下，等我们把路况和财经信息报完了之后啊，例行公事。等我们报完了之后，欢迎大家再继续拨打上来。好，我们先快速看一下路况信息啊。今天早上很堵，可能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所以说就给路况增加了非常多的压力。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基本上过了 East Market 就大排长龙，而且呢是在 Mount Wellington 这附近出现了非常长的一段的黑色大塞车。那么过了 Mount Wellington 之后，经过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也都是全线红色交通拥堵的状况。今天啊，相反在这个 Capel Pass Road 甚至也在拥堵，所以说呢，整个1号高速公路上现在估计大家都是慢慢的一点点往前移动的状态。那么其他的高速公路上也同样是堵。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整条从 Te Atatu 开始一路到市中心，全线拥堵的状态。那么中间呢是在 Green North Road 这附近出现了一小段的黑色大塞车。还有呢，北岸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啊，今天也是非常的拥堵。不过跟往常没有太大区别，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堵到 Constellation Drive 都是黑色大塞车的。过了 Constellation Drive 之后呢，一路红色交通拥堵，堵到了 Eastman Road。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也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Oniva Road 之后呢，才会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路况非常的糟糕，开车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保持好车距。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安安出门，安安全全回家。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快速的再来看一眼财经方面的信息。好，现在为大家来播报一下近日的财经资讯。新西兰 NZX50 指数现在是11260.84，上涨34.01。上证综指呢是3022.42，上涨了38.03。道琼斯工业指数28308.82，上涨了72.93。今天的参考汇率：纽币对人民币4.60，纽币对澳币0.96，纽币对港币5.14，纽币对美元0.66，纽币对人民
民币7，汇率呢会实时变动，所以以实际的这个交易价格为基准。好了，那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刚刚线上好多条线啊，上来打电话的朋友，来，我们现在可以来接听了。您可以拨打0992939006，欢迎大家啊，可以共同探讨我们的这个今年的发生的事情，可以探讨明年的一些展望等等等等。当然呢，我们也会接着啊跟大家来说新闻的内容。这样，我们先往下说。如果大家想要打断，随时打断我们就好了啊。我们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西兰第一例女教师性侵未成年男学生的案件。这个案件呢，其实啊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算是一条非常的惊人的新闻被爆出来。对，就说呢，这名女教师，而且不是短时间的，也不是偶尔1个2个的，是发生了多次，而且是持续了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对她的学生有这种性侵的行为。2名学生，值不值2名学生不好说，但是有2名是实际上出现了性侵的这个动作的。那么另外的，他也说他是给他的学生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一些视频的内容等等各个方面的，反正就这些啊事情被暴露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震惊。后来还会说他们发生性侵的地点还是在一些所谓的公众场所，类似于像学校停车场，或者是学校旁边的道路上的车里之类的。所以出来之后啊，他就当时就会觉得哇，好震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发生之时，就有很多人在说要把这名女教师的姓名公布，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甚至他要被划入到性侵儿童的那样的一个名单当中的。所以呢，外界就说我们有权利知道他是谁，知道他要住在什么样的，就是类似于像社区。但是后来呢，是他的辩护律师，就是这名女教师的辩护律师就说呢，说他也是长期的受到了精神健康疾病的困扰，他也有大量的药物治疗甚至是自残的这种情况出现。然后还提到说他以前从来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是一个非常的，就我们可以就说良民吧，很正常的一个，而且是很好的一名教师。所以在他身上发生这件事情，大家也觉得很意外。所以就出于种种的考量，而且她自己本身又是一名母亲，她的丈夫是一名警察然后她的丈夫也出来，就是类似于像为她说话的感觉，就是说她曾经，就是她妻子啊，作为教师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的良好的人民教师的形象，就是很难置信，连她丈夫都说很难置信。而且也考虑到说她母亲的这种行为，如果新闻被曝光之后，会不会对她的孩子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这个法院是最终呢就决定说对她的姓名进行保护，但不是终身制的保护，这个被驳回了，就说以后可能分不同的情况，到时候再看是不是要对他的姓名进行公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对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罪行的判罚。那么他呢，这名教师是对他自己的罪行7项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指控都是全部的承认了。而且呢，他也提到说这种不雅的举动也让他表示非常的后悔，但是他也强调说自己是曾经就是一直在经历这种精神疾病啊等相关的折磨。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了2年0 6个月的有期徒刑。也有人就在说其实像他的已经证实了性侵，而且还是未成年的学生，最低其实应该是5年起。但是呢，警方和法官的意思就是说，考虑到他的自身的状况，再加上他曾经并没有任何的犯罪史，再加上他的认错或者是认罪的这个态度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呢进行了减刑，最后是2年0 6个月。当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宣判出来之后啊，外界的声音非常非常多。一方面有人就觉得说这种判得太轻了，对，就说你无论是男性、女性或者是怎么样，它都是就是性侵的本质是不变的。而且我们经常以前不也跟大家来说的，在监狱当中最不受待见的罪行就是性侵儿童，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教师的身上，有什么好去进行辩护的呢？这是一方面。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的声音就在说那个就说所谓的学生15、16岁了对呀，他已经会有这个自己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什么叫，或者是说男生怎么叫被
性侵或者之类的这种声音也有。然后法官也在说，他说如果我们反向思维，如果这是一个男教师性侵未成年的女学生，根本就不会有讨论，对不对？就大家一致的会非常非常的就直截了当的就说你这还有就重判呢。可是是不是会因为她是女教师，对，而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而且她又是第一例，新西兰第一例女性来性侵男性的罪名成立，就说女教师性侵未成年男性而被判罚的案例，最后是2年半。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你的观点会有朝着某一个方向去偏吗？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他的角度不一样吧，可能去理解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我们听众有人在说，他说感觉这个心理健康疾病好像在新西兰这边法律上辩护可以万能。每一个我觉得不是在新西兰，在所有的世界都是这样吧，就是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经常有那种就是乱砍人啊什么的，最后的结论是因为他心里有疾病。但是你这么想一想也没错。那你说就是我们以前在新闻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如果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正常人，他也不会做出特别罪大，或者他也不敢做出罪大恶极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个事儿就会给很多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这倒是。我觉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完了这个案件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就是觉得是站在哪一方，觉得是轻判了，还是认为说其实这个教师也有他自己的可怜之处，或者说甚至有人会觉得说这个15、16岁的男孩不存在所谓的性侵。因为他对，因为来我们现在有朋友有点大，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早上好。早上好。早安，又是我们一位老听众呢。我已经这么老了呀？不是，老是说资深，对，不是年龄，对不对？风华正茂。对的。现在是我们80后的天下啊。是。你是在故意暴露年纪吗？那是80后可以很多嘛，80年和89年都叫80，对吧？对吧？对。没有，其实想打电话说，就是说刚才那个我听到了之前的那个 Tony 的那个然后也听到这个小娇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看是不是要把这个新闻量提高。其实我说实在，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我只是从我个人来说，如果我需要这个新闻量的话，我有很多方法。我可以上网啊，我可以去新闻网站呀，我可以不听你们台听别的台呀，对吧？如果我真的是想要新闻量的话，但是保持一个可以跟观众有一种互动，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单条新闻发表这个措施的，恰恰是你们节目跟别的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是吗？可能有别的台也可以扩音，但是他们的受众群和你的受众群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略微有差别的。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可能是你们的一个特色。没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形式，那当然仅仅代表我个人。而且我是有一种感觉啊，我特别愿意听我们的 call in 的这些朋友们上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大家都是琢磨过的，而且是真的想过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看的，所以听上就是打电话上来的这个质量就非常高，而不是说就是说我们随便说点什么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对，就不是说打上来说一句啊我赞成，然后就挂电话，这没什么意义。经过长时间听节目的感受，然后并且思考之后才打了这个电话。我得想个办法啊，呼吁更多的像你们这种有识之士上来愿意跟我们聊天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啊，就光听有识之士也还蛮那个什么的。对啊，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每个节目有每个节目的特色，那可能大家希望你们做得更好。那当然，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做得更好，并不意味着说你们要包含所有的，你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主线嘛，还是要有特色。是。好，然后另外一点，其实还是想说的是，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新闻量是在有增加的。对，我是在努力的。注意到没注意到？其实，在跟去年或者是前年相比的话，你们的新闻量，就是说在节目当中涵盖的新闻量是增加的。你们在尽可能的在比较快的时间之内，是在快速的在说一些新闻。是。对，这个是我有感觉到的，所以。莫还是很了解我们的嘛，我们这点逐渐渐进式的小心思都被你们听出来了。对啊，反正那最后还有时间吗？还有1分钟。
留给你了。说一下那个刚才那个性侵的这个事情啊。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个人感觉是，法律应该一视同仁。那无论是女亲男还是男亲女，那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应该不会存在所谓的什么差别待遇。对，我是这么考虑的。如果一个法律说它好，因为你是女亲男，所以我要对你有差别待遇，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法律就是法律，它应该是一视同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是女性，我相信法官的量刑并不因为她是女性、女亲男这个事件，而是因为说 OK 好，你的家庭的原因。对，因为这个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个人了，这个个人，包括了她的丈夫，包括了她的小孩，包括了她所生活的这个这个社区内。没错。如果你不作为一个保护的话，那可能对他们伤害是非常大的。是，的确是这样。而且尤其是在这个事件上有一个独特性，因为是新西兰第一起。对。所以大家就更关注，伤害性会更大。对，所以基于这个客观考虑上的话，我觉得法官做出这个判决，可能并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是你不能指责他不公平。是，其实就这么说吧，就说我们不能跟其他国家类似的案件去比，你跟新西兰本地发生类似的案件去比的话，它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殊性。你如果听完了整个案件的经历，对不对？对的。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我感觉上还没有特别的。就像5年和2年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没有特别的反感或者是反对，理解。这有个事情，那就这样了，这样子 OK， 那就这样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聊到这儿。这个案件如果你觉得 OK， 那就先祝 Merry Christmas 啊 ，Merry Christmas，Happy New Year。好，那我们正好啊，这个莫也说了个开头，就说这个案件如果大家觉得 OK。就是跟我们其他的同类案件相比的话，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回来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案件。这个案件说完了之后，大家再来看看这个判罚又是否让你觉得可以接受呢？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call Lisa quick。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 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 2823939。
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6，09623036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早上的8点48分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今天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天啊。热线电话是92939006。那么接着呢，来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案件，关于性侵呢，说到这个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来说另外一个也是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事儿，但这次呢是不是青少年是受害者了，而是青少年是罪犯。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在这一周做出的判罚，这名青少年今年18岁了，但是他在犯案的时候是只有17岁。他在17岁的时候是等于说是撞死了另外的一名无辜的司机，正在开车的司机。那么最终呢，他是被判了2年08个月的时间。那么死者呢，就是现在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左上角的这一位今年64岁的新西兰人，他呢就是早上上班的路上，无故的就有一辆车撞到了自己的车上，然后当场不幸就死亡了。所以这个案件呢发生之后，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他最引人关注的点，还不是说一名青少年撞车撞死了另外一人，致他人致死嘛，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会撞上，是因为后边有警车在追。我们也知道关于警车到底要不要去追这种在路上飙车一族的年轻人，在新西兰这边讨论了非常久。那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再次把这件事情就给等于说是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整个这件事情的经过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个当年17岁的男孩叫 Breakwell， 他呢是车上总共坐了5个人，都是和他年龄相仿的青少年。他们就在凌晨的时间喝了酒，只是拿了学生驾照，就在市中心的路上开始飙车。当警方发现的时候，就开始在后边追着他们要停下来，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并没有要停车的意思，所以警方呢就一直在后边继续追逐。而当这名我们说司机啊，就是这个年轻人 Breakwell 上庭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他会一直就想开下去不停呢？他说他是因为他受到了旁边副驾驶的另一位朋友的怂恿，因为他的这个朋友就在跟他说，我在用手机录视频。这录下来是个多酷的事情。我们被警方追，警车在追他们，然后当时他们那种状态下，觉得自己很拉风，对，很酷，所以就这么追了大概有4分钟左右，闯了3个红灯，最后呢就撞上了我们说这名死者的车。这名死者不幸死亡了，车上的那5个年轻人也没有全身而退，这5个人都受了重伤，其中1个人是因为撞到了颈椎，所以呢是被医生强制的进入到昏迷状态了很长时间来帮助他恢复，最后才慢慢复苏。而这名司机也是身受重伤，他是重新就是因为腿完全是撞到了就是类似于像很严重的状态，然后声带也受损了，所以他是重新学着走路，重新要去学说话，所以是本身他自己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但是由于说呢这是一个疏忽造成的他人死亡，再加上他又未成年，所以最终呢判刑是只判了2年08个月。但这件事情主要的点还不在说这个判刑到底判了他多久，最主要的大家就在说是不是警方又做错了。如果没有警方的这个追逐，会不会就不会出现这起悲剧，不会有人被撞死。但是警方也很无辜呀，你凌晨在街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你不追，大家会不会骂警察呢？对，你警察是做什么的？你看到有一个比如说限速50公里的，他开100，你不追，对呀，
我觉得警察也是左右为难。但是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啊，大家就听，就说这些年轻人，我相信生活在新西兰的朋友多多少少的可能都感受过或者是经历过新西兰年轻人的这些行为。我不是这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我就亲身的嘛，我跟我的男朋友在路上走 Queen Street 上，就有一个男孩，一看我觉得最多不过15、16岁，他就用 shoulder 就是用肩膀来撞了一下我男朋友的肩膀，就他们的这种行为你会看到很多，你会觉得他们很无聊。就刚才侯磊也说，就说我们的听众观众觉得我们很幼稚，我们是很孩子，其实我们在看15、16岁的男孩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他们更幼稚，对，所以这就是对啊，那年龄段嘛，没办法，那像我们父母的年龄看我们永远都是孩子，所以我们看他们也觉得，你说这些年轻人到底都是做什么？就是网上为了炫，为了酷，所以就要跟警方去追逐。然后就是其实他当时的想法可能就是为了拍一段视频吧，他不会预料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情。是，所以说你说这一代的孩子有的时候你说真的确，你说光靠抓，他们有的时候完全不是说他们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就缺少可预见性，或者是说他们就是冲动，荷尔蒙爆棚。对，但是也的确这种事情就在新西兰的街头上，可能也是因为孩子太无聊，太多什么点燃人家垃圾桶的，往人垃圾桶里面放火的，随便在路上什么。我前段时间听到的，我身边的朋友，就他在路上走，旁边就过去了一辆车，就手里边拿着那个麦当劳的盒子、瓶子，瓶子里面还有冰，就扔在他身上的，就都是15、16岁的孩子。就你会觉得他们这种行为其实就像恶作剧，但是他这个最后导致的结果要比恶作剧严重很多。所以说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大家又在开始声讨啊，说警察的这个问题，然后警察也出来说了当时的一个状态，怎么个追的方法，然后呢为什么他们要去追，结果又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悲剧。但你就会觉得，我要是警方我都觉得心累，这件事情是应该我出来解释的事情吗？有必要说我只是执法？对，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警察会这样想。那我有让他在红灯的地方不停吗？我有让他一定要撞到别人的车，撞到人家致死吗？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啊，就再次看到这样的新闻，还是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好了，这一节还剩下1分多钟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当然也可以来继续表达。是不是你也经历过类似于像新西兰这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做出的这种出格的行为？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说不管他，因为他就是一群小孩，他不懂，他长大了就好了，还是说你也会多多少少的会给他一个教训，就让他知道你不能这样做？我觉得我会选择后者吧。你会给他一个教训？对，因为我觉得孩子他是不可能，你这个年龄有问题，然后你长着这个问题就消失不见了，也不排除，也可能有，等他成熟了、定性了，也许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是态度本身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以恶作剧，但是他的前提条件是我不会影响和伤害到别人，我在恶作剧。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行为就已经对别人造成了危害。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碰到这种事情，你的选择会是什么？会是给他一个就是类似于像警告，比如说我立刻就报警，即使你撞了我一下我也报警，我要让你知道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还是说你会选择不要管他们，他们就是一群小屁孩，你真的要是比如说你去跟他做了一个什么回应，会不会引起更不好的结果？我觉得需要分事件吧，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他说撞我一下呀，什么类似于这种比较轻的事件，可能我就觉得无所谓了，基于他这个思想不成熟。但是如果我觉得他深夜飙车，或者说你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已经很大了，那我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反正圣诞节期间啊，大家都闲的没事儿，所以这种事情也不好说会不会发生，大家一定要也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吧。8点57分了啊，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驻年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
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37 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8日，星期三，农历11月2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西兰新闻。警告：暴雨之后，千万别去奥克兰这些海滩游泳。在周3晚之前，去包括Milford、St Helens 和 Mission Bay 在内的一众海滩都会存在高风险，建议大家呢在大雨过后的48小时之内都别去这些海滩游泳。奥克兰这2天呢俨然已经被暴雨包围，大量的降雨也导致海水出现了粪便细菌污染。奥克兰市议会游泳安全网站就显示，未来的24小时，大家超爱的海滩都已经无法去游泳了。暴雨呢可能会混合雨水和地表水一起涌入污水管网，由此呢会产生的污水漫流进入到海洋当中。这场来自于塔斯曼海峡的低气压系统横扫了全国，并给90%的地区带去了降雨。奥克兰海滩的高风险预告预计将在今晚取消。轰动新西兰的最大诈骗犯即将出狱，将去小镇靠养老金生活。新西兰最大诈骗案的主谋将于明年的2月份出狱，服刑时间6年多。2013年的11月，破产公司罗斯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老板 David Rose 被判入狱10年10个月，至少服刑5年零5个月，少于此服刑期不得假释。2012年呢，他经营的庞氏骗局破产，欠投资者1.15亿元，
纽币，他承认了严重的欺诈办公室和金融市场管理局的指控。现年69岁的 Rose 此前曾对假释委员会表示，他的诈骗罪呢只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导致公司变成了一个庞氏骗局。而在最近的一次露面当中，委员会也发现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深深的真诚的懊悔。假释委员会的决议书上写着，他承认这一罪行对受害者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并表示他对自己无法纠正错误深感抱歉。2月份能不能够得到假释取决于他能不能够找到合适的住所。委员会呢也表示，应该给 Rose 提供治疗和咨询的机会，重点关注他过去的操纵行为和欺骗的动机。他计划呢要搬到一个小镇，靠养老金生活。委员会也称 Rose 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比较低。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欧洲刑警组织11人因涉嫌伪造欧元钞票遭警方逮捕。欧洲刑警组织16日宣布，在对欧洲第2大假币生产商暗网的调查当中，11人呢在欧洲各地的联合搜捕行动中被捕。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该犯罪集团售出了2.6万多张假钞，预估价约130万欧元。据报道，在葡萄牙警方于7月捣毁了一家印刷厂，并逮捕5人之后，欧洲也开始了跨境调查。在上周进行的36次突袭中，有27次发生在德国，其他9次分别在奥地利、法国、希腊、爱尔兰、卢森堡和西班牙等国进行。在突袭行动中，欧洲当局追缴了伪造的欧元纸币、毒品武器、兴奋剂、非法购买的药品以及伪造的文件和虚拟货币等。欧洲刑警组织称，德国一家秘密文件印刷厂也被捣毁。据欧洲刑警组织介绍，假钞主要通过非法交易平台华尔街市场对外发行。2019年的5月，在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司法组织以及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缉毒警等美国机构的协助下，德国检方摧毁了华尔街市场。据称，华尔街市场拥有超过110万个客户账户、5400个买家和6万3000笔销售额，是世界上第2大暗网交易平台。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由侯磊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更多的新闻。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是很想告诉大家圣诞节的时候天气怎么样，但是目前看不到，所以我只能先告诉大家今明2天。今天呢，奥克兰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仍然还是会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部分的地方呢风力也不小，但是跟昨天相比呢会稍微平和一些。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是15到20度。北岛南部地区呢，相对来说是以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的，但是在惠灵顿附近呢，仍然还是会有强风出现。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最高18度，最低是14度。南岛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都是阵雨的天气，相对来说呢，可能西海岸会雨势更大一点点。气温方面 ，Nelson 最高温度是20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再来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地区这2天的早晚啊，非常的凉，所以说如果要去到南岛的朋友，还是一定要做好保暖的。皇后镇虽然晴有云，但是最高温度16度，最低只有6度。
在冬天的奥克兰啊，6度的机会，我估计也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所以说去到南岛一定要做好保暖。那么明天呢，可以看到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恢复晴好的天气，但是南岛仍然在下雨，而且气温仍然没有回升。皇后镇明天最高18度，最低仍然只有7度。奥克兰明天是15到20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11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 Panda TV37和 FM 90.6正在为您直播的2019年最后一期朝闻天下。总觉得一说2019年，我们就应该说2019年最后一期特别节目。对，是今天的是最后一期朝闻天下了啊！所以说呢，首先也是感谢一下大家这1年来的陪伴。当然，我们还剩呢大概不到20分钟的时间了。9点半之后，我们还会进入到绿野新宗 Doc 自然说的环节。所以在这之前还剩下20分钟。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赶紧想跟我们说的，可以赶紧打电话上来啊，0992939006。我们到9点半之后就要进入到
明年再见的阶段了， 对吧？最后的这个时段，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暖心的事儿，是，然后开心的事儿，让大家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也能够感受一些欢乐，就省着我们不是说那些闹心的事情了。不过在我们说这个2019年比较暖心的一些排行榜小事儿之前，先跟大家呢更新一下，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年轻人犯罪的事儿吗？我看到听众观众有一个我们的也是老听众了啊，闲人，他分享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形象的概括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的状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呢就是物质的生活上去了，资讯爆炸，老一代呢没办法在知识上或者是生活经验上去驾驭年轻人了，年轻人呢就通过网络觉得自己好像掌握了天下。所以说呢，无论是在就说各个领域啊，也包括了我还在说，我说像在公司，现在领导或者叫老板，也很害怕如何去跟这些年轻人去沟通，因为这一代人都是从所谓的鼓励教育当中成长大的，你真的就是打击不得，骂不得，伤害不得。而且他们会有一种自己真的知道天下的那个感觉，就像我们觉得这自信当然是好啊，但有的时候自信过了劲儿了，尤其是说在一些比我们资历更深、年纪更长，人家真的走过的桥比我们看过的桥都多的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是一个多么去值得鼓励的社会上的现象。因为经验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一定通过网络去看去了解就可以学习到，你需要去通过实践。以前的人可能实践的机会更多，但现在的人不愿意实践，他觉得我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了解了我就知道了，就是我的。对，而且我就觉得我拥有了，我能掌握天下了，但真的其实差得还远了。是，好了，不说这些闹心的事儿了，跟大家最后20分钟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聊天啊。除此之外呢，跟大家来说几个2019年觉得特别暖心的时刻，我们也在最后的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传递一点正能量。一共呢是24个，我们尽量把它说完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来看一看，这是发生在非洲。非洲的开发银行呢是批准了一笔1.42亿美金的贷款，这项贷款专门就用来资助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太阳能发电。光听着好像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上暖心小事儿的，主要的原因是说非洲现在有很多的人口其实是家中完全没有电的，所以这一笔的贷款也使得在非洲9000万人民因为这一项计划家中第一次通电。通了电其实就是距离他们迈进所谓的脱离贫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对，所以这个是今年发生的非常觉得令人暖心的小事啊。其实中国方面也在这个就是能源方面非洲的能源方面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好了，再说这是第24个，来说第23个。23件事呢，也是跟节能减排有关系的啊，因为节能减排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了。就像我们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吧，也已经开始对牛羊放屁释放的这个甲烷影响环境开始担忧了。是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牛羊的数量太多了哈。最近呢，我们的研究人员也是发现，在牛的饲料当中添加少量的海藻，就有助于减少它们的甲烷排放，能够减少牛羊放多少屁呢？据说可以达到90%。相信这个消息给大家说完之后，很多小伙伴们自己都想试一试。是我们吃海藻可不可以减少甲烷的排放呢？这也是新出来的研究。第23件小事。第22件小事，这个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暖心的时刻。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呢最近是学校里出现了学生们如果付不起学费，可以来交塑料瓶子，用塑料瓶子来抵学费的这样的方式。所以一方面呢是起到了环保的作用，大家自己家里面没有塑料瓶，就去外边去收集塑料的垃圾，然后交给学校，从而呢又帮助了那些家庭贫困的孩子没办法上学的，现在呢就等于说多了一个途径，让他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所以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项目啊，也是当然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他们回收出来的这个塑料，也是有一些慈善机构啊，或者是大的企业呀、公司啊，对他们行资金上的补助，所以让这个学校可以持续的经营下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哈。我觉得这个是很暖心的事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21件事，就是可再生能源电力在2019年已经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3。
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家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图啊，在今年挺火的。它是美国的国家航天局，就是大家熟悉的 NASA，2019年它所拍到的一张照片，或者是一个统计的图表。这个图表上显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20年，地球的表面上增加的植被的面积，据说呢是总共增加了超过5.18亿的公顷，相当于多出了一整块的亚马逊的丛林。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去夸赞的。而且据报道是说呢，这是 NASA 给出的数据啊，是说其中在这增加的5.18亿公顷的植被面积当中，1/4都是来自于中国。而且当时呢还不是新闻出来说中国是全世界绿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我记得还看到那条新闻嘛。所以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就可以看到，越深的颜色就证明呢增加的数越多。你看中国的就很明显的是在哪一块。所以中国人也说了啊，说我们当年的承诺，中国人说到就要做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是第20条，说一个研究发现，狗的高度进化嗅觉功能可以相当于准确，就是能够识别出癌症，它的这个嗅觉。说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在他们的一份发表当中就表明说，这个小猎犬还有也被称作为米格鲁，就是大家说的那个 Beagle 啊 Beagle，说它能够通过嗅闻血样的样本来识别肺癌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7%。是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而且除了就我们说 Beagle跟研究发现说它能够达到97%来闻出肺癌之外，其他的狗种，比如说德国牧羊犬，曾经呢是成功嗅出过甲状腺癌，拉布拉多也是嗅出过早期的肠癌，还有现在呢也有一些研究机构正在研究用狗的嗅觉去发现乳腺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哦。就说狗狗这个工作的能力不仅仅是在比如说警察的部门啊，或者在海关搜救啊，现在竟然连医院都可以用到它们。对，所以我们接下来一步应该就是去研究看不同类型的狗狗它能发现的疾病种类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你多一种判断的方式为何不可，就是何尝不好呢，对不对？好了，这20啊，19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但对他的这个游戏应该很熟悉。他是游戏大亨，在他旗下最有名的游戏就是这个堡垒之夜，我不知道多少朋友是知道的啊。你看大家很多我们导播就知道，那他的这个游戏大亨就等于说这个游戏的创始人或者游戏公司的执行长叫 Tim Sweeney。为什么把它放入到了这个温馨的小事上呢？是因为他一口气买下了几千英亩的森林，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阻止他人砍伐。这个公益也是很有意思啊。是。不过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回来见。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6969。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
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 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朝闻天下，我们不想浪费时间，快速的把这几个暖心的事情跟大家来分享完啊，也都算是今年发生的一些新闻的内容。首先呢，第18个是呢，在日内瓦濒临灭绝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2019年8月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非洲的野生大象宝宝将不得再被捕捉出口到动物园或者是马戏团了。对于很多喜欢大象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17条，墨西哥科学家用仙人掌汁制作出了塑料袋，而且呢，这种塑料袋可以在1个月之内被分解，就连吃下去也是安全的。以后就不存在禁塑的问题了呀！啊，对呀，对不对？这个把塑料袋带回去，然后取完东西之后把它吃了。不是，关键问题就是它可以分解了嘛，而且呢，仙人掌又不是一个说多么的难以找到的植物，但问题就是看成本，能不能够生产出来啊，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值得去说一说的。第16个，快速跟大家来说，是印度的一个村庄的村民们在为大象编织巨大的毛衣，这让我想起来，你记得在日本的有一个，它叫做是哪一个地方？它的那个门口，就车站门口，不是停着几只小麻雀，然后有一个奶奶是织了20年，就给这小麻雀换不同的衣服。这个在印度呢是给大象。为了御寒，就说那一年冬天特别冷，他们就村民组织一起为大象来织毛衣，织的还挺漂亮的哦。是，好了，第15个，对于这个有这个急性白血病患者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多一个捐赠者就多一份生的希望啊！就在今年年初，英格兰西部城市伍斯特就出现了一个感人的画面，为挽救一名年仅5岁的患癌症男孩的生命，近5000人在雨中排队，争相要成为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在我们新西兰好像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是在新西兰也是有一个，还是我们的华人朋友，他呢就是他身上也是，就我们说用换血嘛，要捐血，是有21个新西兰的人救了他的生命。那个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吧。就说回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小男孩啊，5岁，真的是，就当天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好多人哦就在雨中当中，真的是就为他排队，就说多一份捐血，可能就有可能找到匹配的嘛。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感人的事儿。第15、第14。在瑞典也是呢，自杀呀或者心理疾病相关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最近呢是在今年这个瑞典就专门开设了精神健康急救车。
这个急救车专门就是为精神健康所准备的，所以你不仅仅是可以打120，可以打其他的，就专门精神健康也会有急救车出现在你的面前。让我想到了以前有一支专门的队伍叫做谈判专家，专门针对这种心理有问题。好了，第13个，第13个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够吃掉塑料的新型蘑菇，就说它在土壤当中就可以吸收塑料，然后来分解塑料，它自己生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发现啊！现在正在考虑说要不要大范围的去进行种植，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关注一下。第12个，快速也说，这挺有意思。大礁堡的珊瑚群大堡礁的珊瑚群在逐渐减少，大堡礁的这个魅力呢也在逐渐减弱。为了帮助大堡礁恢复原样，有一个叫做Lava Boat 机器人，它向海洋深处送去了数十万株珊瑚宝宝，这些珊瑚宝宝将会在这个海洋深处长大成人。对，就是这个眼前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好可爱。以后去大堡礁啊，也许我们就不会看到乌突突的快要就是濒临死亡的珊瑚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事儿。第11个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是德国的一个马戏团，他们开始了一种用3D 全息影像来代替真实动物的新方法，所以以后大家去马戏团又能看到动物表演，然后又不需要去对所谓的动物有这种残酷的训练啊等等各个方面了，所以这个也是啊，就是各个马戏团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引进的。好，第10条呢是说加利福尼亚在今年推出了新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宠物商店只能出售来自于收容所或者被人类救助的猫咪、狗狗和兔子。是的，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减少就是这种被遗弃动物的量嘛。第9个其实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塑料瓶子有异曲同工的，是在罗马呢，大家可以用空瓶子来坐车。空瓶子投进去换车票，这个方法也是一个还蛮好的啊。现在很多国家也在效仿。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8条，说应对这个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孩子外出打工、老人无人陪伴的现象，韩国呢专门为65岁以上的老人组织了白天 disco 派对，帮助老人们排遣孤独。听说呢还有专门预防老年痴呆的这个功效。广场舞了解一下啊，对，是吧？中国在这项运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好了，第7个是荷兰正式宣布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没有流浪狗的国家，好厉害哦！对，好了，这是第7个。第6个也是快速跟大家说，是经过干细胞的移植的治疗，全球第2个成功摆脱艾滋病的患者出现了，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位英国人。第5个呢是说泰国超市对塑料包装说 no， 但为了让大家依旧可以方便购物，超市想出了改用香蕉叶包装这个食物的好点子。是，第4个是说印度的一位大叔用了35年种了一片比中央公园还大的树林。啊，第3个一颗，对，第3个是说瑞典推出了一项新举措，就是当你的血液被用于救人时呢，献血人本人就会收到一条短信，说你今天成功的救活了一个人。最后一个跟大家来说是白犀牛，仅剩2只，最后呢，它是做了受精卵，7颗受精卵成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Is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
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中医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中医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绿野仙踪之 Doc 自然说》，我是志鹏。那么今天呢，依然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Louis 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你好 ，Louis。Hello， 大家好。是，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其实也介绍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环保部相关的一些合作的活动也好，包括很多我们户外运动的一些知识啊、技巧。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介绍点什么呢？因为就是考虑到之前徒步啊，还有这个浮潜这些热门的大众的一些项目，我们都跟大家介绍过了。然后这次呢，我就想说跟大家讲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比较冒险的，像是冒险旅程一样的一个活动，叫做 caving，就是洞穴探险。洞穴探险，哎，这个听起来还真的是蛮刺激。是的，是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其实奥克兰周边其实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是，其实我就是只去过这么一个，就是 Waitomo 的那个。Waitomo 它是在汉密尔顿附近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当大家讲到说去洞穴探险或者看萤火虫，大家都会第一个想到，因为那是一个开发的比较成熟的一个景点。对，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体验这个 caving 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就建议是去找这种成熟的这个旅游商，就是已经是一个景点一样的地方。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系统的去看，然后了解，甚至它那里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 visitor center 啊，然后你可能进去或出来之前都可以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可以学习。对，那你说到的奥克兰周边，说实在的，我真的还没有我不知道奥克兰周边还有这样的洞穴。对，奥克兰呢附近有个叫 Waipo 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那里有抓螃蟹还有那个海滩，但是其实Waipo 这个区域呢就有一个应该我觉得很有名，但是可能大家没有听过这个Waipo洞穴。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Doc 管理的一个地方之一。然后呢，这个洞穴呢旁边还有一个我们的 campsite，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刚好夏天也到了嘛，然后就可以说去Waipo海边玩一下，或者抓螃蟹，在符合范围内啊，在这个 limit 以内，要注意尺寸和数量。是的，然后
然后就可以规划一下自己回程路线，可以在那边待一下。如果喜欢 camping，上一期我们讲了 camping 嘛，喜欢 camping 的朋友也可以就是提前预定我们这个 campsite， 然后在这个歪浦洞穴这边待一晚。然后具体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歪浦洞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也特别感兴趣。对对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洞穴呢，我们去看也不。黑黑的，也不知道看什么，对不对？对。其实主要去呢，是因为里面呢有萤火虫。对呀，对呀。对，但很漂亮的萤火虫。然后这个萤火虫，我其实第一次来新西兰的时候，去的你说的那个 Waitomo 的地方，我以为是那种会飞的萤火虫，对，因为我们在国内好像没有见过其他类型。是，只是那一种，可能品种会不同，但是都是在天中飞来飞去。对，一说萤火虫就是在飞的，觉得哇，应该很壮观，像我们小时候也是这种概念嘛。萤火虫都是飞的，结果来到我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挂在的一条长长的，从来没见过。这种呢，它也是萤火虫的一种，它们都叫 grow worm。然后呢，它呢是一个，我就专门说这个，我们在新西兰见到这种，它呢是只有在新西兰所特有的一个物种。然后它的拉丁名字太长，我也不会念，所以大家只要提到说新西兰的萤火虫，其实就要想到说是这种一条条长长的这种虫子，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firefly， 就是会飞的那种。它们呢其实是一种它们是幼虫，就我们所能看到这种发光的。它们发光的原因是它们是生物性发光，并不是就是天生就是这样子的。没有通电。对对对，然后它们发光是为了吸引周围就是一些虫子或者是一些另外的小生物这样子去抓住它们，相当于诱捕食物来的。对，它是个捕食者。所以不要看它好像没有什么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对，它是捕食者。然后呢它们在这种洞穴中呢是长期生存在里面。然后就是这个洞穴的环境啊，像是这个很漆黑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这个湿度都是特别适合它们生存的。所以我们进去呢就是可以看这种小虫子，然后欣赏它，然后但是呢不要去触碰它，然后呢也尽量不要打扰到它们。当然我们是肯定会带头灯和这个手电筒进去的嘛。那我们可以尽量就做到说不要去直射它们。对，可能你要就是打一点光才能看到它们，看得清楚这样子。你可以观察一下，但是不要就是尽量就是自己心中有数，说哎呀，尽量不要打扰到他们的这个生存环境。毕竟那个洞穴是人家的栖息地嘛，咱们相当于是外来的朋友。是的，是的。然后你看到这个洞穴，它也会让你想到就是桂林那边的一些地貌，对，有没有像这种觉得很什么石笋呀、石钟乳啊这些。对对对，在桂林那边呢，也是一个跟我们这边相似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洞穴，对，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喀斯特地貌。对对，喀斯特地貌。然后呢，但是只是桂林里面没有我们这种可爱的萤火虫，对对对，就特别的有意思。是。那我们这边的洞穴里面，其实包括像什么石笋呀、钟乳石啊这些，其实里面还是蛮多的，是吗？对，它是它的那个材质叫做石灰石，叫做 limestone。然后呢，这种特殊的材质呢，也为一些生物提供了它们特有的一个栖息环境。就是说，洞穴里其实不只住着这种萤火虫，它其实还住着可能一些小昆虫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对。然后我们探索洞穴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骨头。对，就是经常对可以看到动物的那个骨头，比如说蝙蝠或者老鼠这样子。然后呢虽然说所有东西都是不能动的，但是在洞穴里面我们却是需要把它移到，如果我们看到的话是可以把它移动到一些安全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洞穴里很黑，万一就是其他的游客过来的时候被这个骨头绊到啊，或者是其实有一个对危险系数在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呢，就可以
把它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但是不可以把它带走。这个对对，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区域，怎么讲，就是它原本的这样的状态，尽量的不去影响到它。对对，然后呢，我们因为相当于是一个冒险的项目，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景区的话，我们自己去探索这个像我们歪浦地区的这个洞穴的话呢，是有很多这个要注意的事项，因为毕竟是不是一个有人收门票的景点一样的，对，因为景点的话可能就会给你搭好这些台子啊，然后不会，对，然后其实你去景点，你发现没，你的鞋子都不会湿，对吧？因为它是搭好了台子，然后做好了这种小船，然后让你就是乘船进去看，这样子是一个观光的路线。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探险的话呢，一切都是未知的，是吗？对，就是也没有向导这样，完全靠自己。没有，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地点，然后你要去探索它，对，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系数和这个，所以才叫冒险嘛。那赶快跟我们介绍你之前有去过这个地方，对对，给我们介绍点经验吧。像我这种没去过的，是的，首先你应该不怕黑吧？怕黑还好了，对对这个手电筒是必须的。我们出发前的话呢，刚开始是没有想到说要带手电筒，心想说带那个头灯应该就够了。但是事实证明，头灯在一个这么空旷的地方，它还是就是亮度不够，对，亮度不够。它的话，它只能很近距离，比如说就它大概这么近，它可能就照得比较清楚。但是因为你知道洞穴是一个很深很广的地方，所以你带进头灯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什么也没有照到。对，所以我是强烈建议大家都带手电筒，而且是要就是大一点，不要说那种小小的小手电筒，可能也不太好用。对，然后呢，我们是不太建议说太小年纪的小朋友去的，因为里面的地其实是凹凸不平的，因为它都是钟乳石，还有一些岩石这样子的，然后并不是一个平整的有台阶的地方，它都是，而且有很多积水，如果你没有就是每个季节不一样嘛，就像之前也不是泰国有那个洞穴探险的，然后就被困在里面这种新闻，所以其实是真的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的，所以一定要就是了解好自己的这个 limit， 而且它不是有时候深一步浅一步的嘛，然后我们上次去都是特别的小心，就是挨着墙走，这样子你要用脚去探，说前面那个不会是一个特别特别深的一个洞穴，或者落差比较高的，对，落差比较高的话，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掉下去了，而且有时候水也挺深的，可以到腰部。是吗？对，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就量力而行，因为据我所知，上次我们去这个歪浦的这个洞穴里面，没有走到很深就有这个萤火虫看了，对，所以也不用说我一定要像别人一样走到头，一定就是适时返回也是一个需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洞穴里面，其实它是一个你不管走到多远，最后都需要原路折返。对，是原路折返，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出口的，对，你就是一定要原路返回。最深的地方大概需要走多久？我觉得会很深。对，我们那次差不多走10分钟左右，就觉得已经到极限了，水深就已经很深了。是，那刚才路易斯跟我们介绍了在歪浦的这么一个萤火虫的洞穴啊，虽然不是说我们一个经过人工去加工的景点，但是越是这样越能体现出来它原始的这种质朴跟美。那么同时呢，在里面可以看到萤火虫，还有这种探险之旅，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刺激。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
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0366，0962300366。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呢，跟路易斯我们聊到了在 WIPO 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洞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探险的旅程。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这种，比如说装备方面的注意的事项啊，包括我们去参加这个探险的话，年龄也要注意，太小的小朋友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老人，我们是不建议参加的。不建议。是，那同样是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在着装上应该怎么去注意呢？是虽然是夏天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但是你知道，就是洞穴里它会很多突出的石头啊，或者是如果万一不小心摔跤了，这样其实也是会发生的。所以呢，鞋子是你一定会踩到水，所以鞋子一定要是那种可以溯溪的鞋子，甚至最好的话是可以把脚给包起来，这样子就不会就是磕到脚趾头这样子。对，然后呢，我们建议的话呢是穿长袖，就算是夏天也穿那种速干的吧，速干的长袖长裤，这样子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到这个膝盖还有一些胳膊这样子的地方，因为难免可能会有刮伤。对，因为像我们说的这个洞穴真的就是你自己纯粹去探险这样子，你的手啊或者脚啊都是要跟石头接触的，对，你要摸索着过去，对，有些地方可能还要爬过去，对，而且它的有些落差就是很低很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钟乳石就已经很长了，就很容易刮到你，对，所以你都要弯着腰就是这样走过去。这个都是非常实用的经验了。对，然后那个衣服也要对穿防水外套，因为里面可能会比较冷，有个温差在。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这个钟乳石，它都是经过很长时间，这个水慢慢的含有这个碳酸钙滴下来，所以在里面应该也经常会突然上面哗就有水下来。而且像你刚刚说一直滴，然后也有想到就是会有落水
池，然后有的落水池最高的可以达到就是100多米，所以说是很。有些，但是这种地方我们肯定是会把它围起来的。就是像歪浦的话，你不会有这种致命的危险，对。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就是不要就是掉以轻心，是安全第一嘛？对。那同样的，我们也说到，在这个洞穴外，或者说在我们进到洞子里面之前，我们都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因为歪浦它这个主洞穴外面哈，它刚好有一条步道，是大概2000米左右，大概往返是1个半小时可以走完，比较适中。对，是一个，所以我们说除了探索这个洞穴之外，还可以就是去走一下这个步道，然后呢也是注意这条步道呢经常就是非常的多泥，对，不是一个平坦的，然后是有坡度的，然后难度系数也是相对于普通这种平缓的步道来说要高一些的，所以相当于整个行程我们是建议说像我们这样青壮年稍微 fit 一点的朋友会比较喜欢，对，在那个徒步的路线的话呢，也是蛮推荐给大家，因为中间还会路过一个 farmland，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牛啊羊啊这样子的，然后它最后呢会走到一个眺望点，然后可以看到整个北部的一个风景，所以是很漂亮。然后在这个TripAdvisor 就是一些行程推荐的地方都是很高的评分的这条路线所以说今天如果路易斯不介绍的话，真的比如说像我就不知道这边还有一个这么隐藏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地点的所在。所以说歪浦海滩螃蟹，然后海滩上 picnic， 然后呢就可以去洞穴探险一下。然后如果是带了小朋友不太方便进去，然后但小朋友大概也10几岁了的话呢，就可以去一下这个步道，对，都是很好玩的地方。然后刚刚我们也有讲到，就是在这个洞穴外面这片还可以 camping， 对，有宿营地，所以你如果说1天的行程，其实从奥克兰出发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往返。是的。但如果说时间充裕，想多玩1、2天的话，在这边晚上可以过夜，然后第2天甚至说再往其他周边的地方去。当然了，这个以后还得仰仗路易斯给我们多介绍一些各种好玩的。对，说到这个洞穴的话，其实我也很感兴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洞穴的？这个洞穴它其实是毛利人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所以呢，我也阅读了一些资料，应该是很久以前他们是有祖先曾经住在这个区域附近的，所以呢，这一片也像我们的一些神圣的 mountain 啊这些地方一样，是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地方，所以大家去的话呢，也是要以一个怀着这种崇敬的一个心情，然后以及不要破坏它的一草一木，对，去看。然后这个毛利这边就是有很多都是保护起来的地方嘛，都是有它的独特的那个历史意义的。对，相当于是一个历史遗址的感觉。是，哎呀，今天听了路易斯的这个介绍啊，首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洞穴离我们正好奥克兰也不是很远，然后呢，过去玩也很方便。再有一个就是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说一个景点的这种洞穴的探险不一样，比如说像真的是探险，对，那种Waitomo的那个完全是跟着导游在里面转一圈，对，虽然感受也非常的不错。第一次去，我觉得一定是去一下你说的那个 Waitomo 这种成熟的景点，然后我们有个概念之后呢，再自己去探索这种洞穴会更好。没错，但是啊，如果说你想玩点不一样的，你一般游客才去景点，对吧？我们如果说久居此地的人，我们这些朋友想找点不一样的玩的地方，就去刚才刘易斯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歪浦的这个洞穴，比如说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选项。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环保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风格，好玩的去处。我们之前路易斯也给我们介绍了不少，以后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更多的介绍。对，我们的官网上就是这些信息都有，然后除了奥克兰之外，你住在其他地方的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找附近的这个洞穴去探险。是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但新西兰呢，不管怎么样啊，在我们游玩的同时，一个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路易斯的光临，谢谢，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In Aotearoa, New Zealand, we have a way we like to do things. Whether you're local or you're here on holiday. Hi!
We all hav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look after this awesome place.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sea. And all places in between. We would care for our taonga, no matter its size. We call it the Kiwi Way. It means being responsible for all our rubbish and not leaving it on the land. It means using a toilet, not the bushes. Or holding on until your next available dunny. Respecting the wildlife. Giving them space and peace to breed. And to feed, naturally. It means enjoying the country safely. And telling someone where you're going. It's knowing which track suits best. And when it's good to turn back. It means keeping our distance when we take photos. Yeah, so that's it. It's a way that we can all enjoy this beautiful land and make sure our kids can too.